經典的地標聖家堂。我下載它官網的 App 買票的，記得至少要提早3個禮拜前買。買完票之後用 App 還可以聽 Audio， 大概45分鐘，很多語言，而且解說得非常清楚，其實不太需要用到導遊的。這座教堂從1882年就開始建，到現在140年過去了，還沒有蓋完。因為這座教堂實在太複雜，太有藝術性，像是一件還在進行中的巨大雕刻品。預計會在2033年完工，當然這個年份也一直在變啦。不過就算還沒有完工，它已經是世界文化遺產，也被稱為全世界最美未完工的建築。聖家堂一開始是由一個宗教組織出錢請人蓋的，原本的設計師沒有多久就退出了。後來鼎鼎大名的高第一接手，就把整個設計改得超誇張、超前衛。高第的人生最後的43年都花在這座教堂上，後來甚至住在工地旁邊，完全是奉獻型建築師。他在1926年就意外去世了，當時的教堂才完成不到1/4，之後就是一代又一代的建築師慢慢接手。真的很難想象這麼大的工程，政府沒有出錢，全部都是靠捐款蓋出來的。高第不只投入最後的人生，他還親自募款，走訪富人、教會，甚至自己捐錢。他還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：我的客戶指上帝，不趕時間。現在主要收入來源是靠門票，一張票大概26歐元起跳，一年有400多萬人來參觀，光門票就幾千萬歐元。這些錢全部用來蓋教堂、維修、請工匠、做雕刻，所以我們來參觀的同時，也在幫忙集資這座建築。我們3月來過一次，7月又來一次，應該有個螺絲釘是我們家貢獻的吧。聖家堂的外觀真的超細緻，整棟建築就像一本立體的故事書。有3個主要入口：誕生立面、受難立面，還有榮耀立面。誕生立面充滿生命力，雕刻細節超級豐富，有天使、聖人、動物，還有植物。受難立面就完全相反，很簡潔、尖銳，呈現耶穌受難的痛苦。榮耀立面還在蓋，會是教堂最壯觀的一面，講的是天堂與救贖。高第覺得大自然是上帝創造的，教堂這種神聖的地方，當然也要長得像大自然。所以你一走進去，真的會被震撼到，會哇！整個空間就像一座森林。高第的死其實蠻令人難過的。他在1926年被電車撞倒，因為穿得很普通，看起來又有一點像流浪漢，結果大家沒有認出他來，錯過了黃金的治療時間。享年73歲，後來他被葬在聖家堂地下墓室裡。我們上塔台看看吧。上塔只能搭電梯上去，而且電梯很小，排隊的時間可能有點久。下來要走大約400多個階梯。如果你在影片看到我們家哥哥，會常常看到他指這個動作，因為他這幾個月一直在練他的 forearm， 逼別人看。這個景象要用自拍棒才看得到。你們有沒有發現，從空拍看下去，巴塞隆納的街道超整齊的，像一格格正方形。這是19世紀的城市規劃，叫伊香布拉，讓每一棟房子都有陽光、通風、空間感，超聰明的。是他了吧？爸爸会暈倒，爸爸會氣小，爸爸不是會暈倒。你看我。基本上如果沒有自拍棒的話，因為空間的問題，能看到的景真的比較有限。
有看到一個白的 pigeon 就飛在這個洞裡。I don't want to come up. Charlie, don't make her nervous. That's way worse. 能看的地方真的有限，沒了。我們準備下樓，要走400多個階梯，樓梯非常的窄，是旋螺轉的，而且中間還是中空的。走起來有一點暈，有懼高的朋友可能要考慮一下要不要上來。現在我們來到巴塞隆納的主教座堂 Cathedral of Barcelona。你又在練你的 forearm 了 Eric 叔叔，我在 train。你贏不了我。人家要不要跟你玩？它是巴塞隆納市中心最重要的宗教建築之一，是在13世紀開始建造的，大概花了150年才完成。它是典型的哥德式建築，外觀超華麗，塔尖又細又長，看起來超有氣勢。這裡不只是觀光景點，也是現在還在使用的主教堂，是整個巴塞隆納的天主教的中心。剛好他們現在在練習唱歌。大理石棺材裡面放的是聖歐拉利亞的遺體，他是在羅馬時代因為信仰被處死，後來就變這座城市的守護聖人。現在要搭電梯上屋頂的觀景台，屋頂的空間比我想象中寬，走起來不會太擠，蠻舒服的，比教堂還涼快。在這裡可以更近距離，還有慢慢的看清楚教堂那些哥德式的尖塔，還有雕像。這裡的風景真的是太讚了，可以從高處看到整個老城區，滿滿的紅瓦屋頂，一格格的小巷子彎來彎去。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大家說這是巴塞隆納最值得上來的屋頂之一。現在的位置是在教堂外面的中庭，有噴泉、雕像，還有重點13隻白鵝。數字是為了紀念聖歐拉利亞在13歲那一年殉道的。主教座堂出來後，就會看到這個有名的照相景點主教橋。傳說對橋下的骷髏頭許願，別回頭看，願望就會成真。結果我只顧着照相。來到巴塞隆納，一定不能錯過這個超熱鬧的地方。人山人海，建議在門口照個相，然後就從旁邊走到側門進去。
這裡的 empanadas 和果汁都不錯。試了西班牙和法國的海膽，日本的還是好吃很多。這一家的 cheesecake 還不錯，跟美國的味道不太一樣，可以試試。這一家一定要來吃。我們3月來吃過之後，回去就一直對它念念不忘。這次暑假回來，一下飛機9點45分晚上到餐廳，以為馬上可以吃得到，結果還要等40分鐘。這邊的人真的很晚才開始吃晚餐呢。他們家的紅蝦、Razor Clam、鵝肝牛肉，還有青椒和西班牙火腿肉一定要點。紅蝦太好吃了，就算很晚還是加了一盤。Cerveceria Catalan 的這家集團有5家分店，生意好到這一家分店離我們喜歡的那一家走路不到3分鐘。今天我們來吃看看味道是不是一樣。來這邊吃飯，你只要6點半以前進來，大部分都是可以不用排隊的。他們的主要 menu 幾乎是一模一樣 ，Today's Tapas 每天都會有變化。必點的紅蝦、Razor Clam、青椒、鵝肝牛肉先上第一圈，好吃。吃完我們又叫了一次。他們上菜很快，記得吃完1圈再加。他們的烤豬肉也很好吃誒。這是 Daily Special， 6點半之後才有，我們趕快叫一盤吃看看。又來了 Thank you. You're 你的臉好白痴哦！講中文，講中文，你要學着講中文。一個就是你，下一個就是你。吃下來覺得這一家和我們喜歡的那一家一樣好吃，一樣味道。我們透過 Viator 訂了半天行程去 Montserrat 修道院，車程大概1小時左右。雖然它是西班牙的一部分，不過這裡其實是屬於 Catalonia 自治區。Catalonia 有自己的語言跟文化，很多人都會說自己是加泰隆尼亞人，不是西班牙人。Montserrat 的意思是鋸齒狀的山。你看這些山峰像刀片一樣尖尖的，非常的特別。這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坐的纜車，看起來好陡哦。當年那些修士，他們覺得這座山很神聖，越高越接近神，所以就決定在這裡蓋修道院。修道院最早是11世紀左右建立的，到現在已經有快1000年歷史了。傳說中，在9世紀，牧羊人在這一座山看到一道神秘的光和聽到天籟之音，循着過去發現黑面聖母像，當時被認為是神蹟，從此這裡就變成天主教主要的朝聖地。黑聖母其實是一尊木雕，因為年代久了變黑，所以才叫黑聖母。很多人來這裡是為了摸他手上的球，象徵祈福和保護。那個球被稱為宇宙寶球。我那時候訂行程的時候，功課沒做足夠，參加的行程沒有包括可以進去看它。因為要爬山，時間也不足夠讓我自己買票排隊進去。如果你們也想摸它的話，別忘了參加行程的時候注意看有沒有這個選項。要坐纜車咯 ，tour 有包括纜車車票，我們要坐到最高的地方，然後爬山下來。我們這次到歐洲時，好多地方已經有 heat wave warning。本來我這個行程考慮要訂騎馬還是爬山，後來想上山可能比較涼，所以選擇了爬山。可是我沒有想到，這是一個光禿禿的山。我們導遊非常的盡力，一路解說路邊上的植物，可是我只想趕快下山乘涼。下山大概花了快1小時，
巴塞隆納好玩的地方太多了，我分2集介紹。我們下個影片見嘍！